大家好，我是张书伟，欢迎来到月活晚年。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可能有点沉重，但关乎每个人、每个家庭的钱袋子，请您一定耐心看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深夜里想过一个问题：你现在觉得最稳妥、最安全的地方，是不是就是银行？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往银行里一放，心里就踏实了。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早上醒来，手机里铺天盖地的新闻都在说，你存钱的那家银行大门紧闭了，手机银行怎么都登不进去了，你会是什么感觉？你会怎么办？这是最近全球那些最顶尖的财经分析师和权威媒体都在严肃讨论，甚至发出警告的一件可能发生的真事。就在前一阵子，好几家国际上响当当的财经媒体接连发出警报。2026年，我们很有可能将亲眼见证新一轮的银行倒闭潮，而且这次掀起的风浪，搞不好会比2008年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还要大。所以今天这期内容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咱们忙活了大半辈子，一分一厘转下来的血汗钱，到底还是不是安全的。接下来，我会带着大家一层层拨开这背后复杂的金融逻辑。更重要的是，我会告诉大家，需要重点留意的4类银行风险到底在哪里。银行那份厚厚的、自小的要用放大镜看的条款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您会看到一个有点残酷的真相：一旦银行真出了事，你存折里的钱只要超过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存款保险很可能1分钱都不会多赔给你。在开始前，如果屏幕前的您觉得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产比什么都重要，请您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或者订阅一下月活晚年频道。不管是身在台湾的乡亲，还是在海外打拼的华人朋友，我相信大家对2023年年初那场银行风暴一定还记忆犹新吧。当时美国的硅谷银行，那么有名气的一家银行，说倒就倒，几乎就是一夜之间的事。紧接着，签名银行也跟着垮了，连瑞士那家有着上百年历史，大家觉得稳如泰山的瑞士信贷银行，最后也不得不把自己卖掉了才算了事。那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天哪，这已经是黑暗到极点了。幸好当时美国的美联储和各国央行反应快，开动印钞机，大量放水，好像暂时把那个大窟窿给堵上了。但是大家这2年有没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就是觉得现在的经济环境吧，表面上看好像风平浪静，但总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心里不踏实，像极了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种压抑的宁静。我跟您说，这种感觉是对的。事实上，当年那个窟窿根本就没被真正堵上，它只是被一张更大、更花哨的地毯给盖住了。问题还藏在下面，而且还在不断的发酵、变大。那为什么很多分析师都把2026年看作一个非常关键，甚至危险的时间点呢？这就要从银行最根本的赚钱逻辑说起了。咱们老百姓以为银行就是个存钱取钱的地方，其实呢，它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借贷中间商。它把咱们存进去的钱汇集起来，付给咱们一点点微薄的利息，然后转头就把这笔钱用更高的利息贷给需要钱的企业或个人，或者拿去投资债券之类的资产，赚取中间那个利息差，这是它生存的根本。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过去这2年，为了对付疯涨的物价，美联储采取了非常凶猛的加息政策，把利率一下子拉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而且普遍的问题：银行前几年在利率很低的时候买进去的大量的长期债券，现在价格暴跌了。我给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您一听就懂。假设您是银行行长，3年前您看国债挺稳当的，就用大伙儿的存款买了一大堆利息只有 1% 的10年期国债，那时候觉得这买卖真稳。结果现在呢，因为加息，新发行的国债利息已经高达 4% 甚至 5% 了。这时候谁还愿意要您手里那个利息只有 1% 的旧债券呢？没人愿意要，它的市场价格自然就一落千丈。只要银行扛得住，不把这些债券卖掉，这个亏损就只停留在账面上，叫做浮亏，看起来只是个数字游戏。但是，一旦因为什么风声，储户们开始恐慌，排着队要去银行把自己的钱取出来，银行手头的现金一下子不够付了，他就被迫必须把这些已经贬值的债券割肉卖掉，换成现金来应付提款。这一刻，账面上的浮亏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无法挽回的实亏，银行的家底、资产负债表
瞬间就会被击穿。这就是去年硅谷银行倒闭的完整剧本。而现在令人担忧的是，这个剧本很可能正在筹备拍摄第二季，而且这次的主角不仅仅是债券，还有一个隐藏更深、体积更大的雷，那就是商业房地产。这也就是为什么外媒会选在这个时间点频繁发出刺耳警告的核心原因。您看看美国的那些商业写字楼，空置率高得吓人。疫情之后，远程办公成了很多公司的常态，很多大企业根本不需要租用那么大的办公室了。加上现在利息这么高，很多当初开发这些写字楼的开发商，他们的贷款正好到期要还了，根本还不上钱。而这些开发商背后的大金主是谁呢？正是那些您平时不太留意，但数量庞大的区域性银行和一些大型商业银行，他们借出去的钱，现在可能变成了一堆很难收回的坏账。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必须重点关注的第一类被外媒点名、具有极高风险的银行，或者说一个具体的代表，纽约社区银行。这家银行在去年的风暴里还扮演过救世主的角色呢。他接手了倒闭的签名银行的一部分资产和业务，当时大家都觉得他实力雄厚，是条好汉。可就在最近，他的股价像坐过山车一样疯狂暴跌。为什么？核心原因就是他手里攥着巨量的商业房地产贷款，尤其是纽约这种国际大都市的写字楼贷款。在现在很多专业投资人眼里，这些贷款正在变成有毒资产。外媒之所以把它单拎出来说，不是因为它明天一定会倒闭，而是因为它就像一面镜子，清晰地照出了目前美国银行业最脆弱、最危险的那一环。如果商业地产这块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像纽约社区银行这样在地产贷款上押注过大的银行，肯定会是第一个被冲垮的。您要知道，这种级别的银行一旦出事，引发储户挤兑，它所触发的连锁反应一定是全球性的。咱们台湾的金融业持有很多美国的金融资产和债券，这种风险的传导会非常快，就像电流一样。说到这，如果您手里的投资组合有跟美国房地产相关的理财产品，或者您存款的银行有大量涉及海外地产的业务，我真心建议您花点时间去仔细审视一下。觉得这个提醒有用的朋友，别忘了帮我把视频分享给身边有投资理财的亲友，这可能真的能帮他们避开一个意想不到的大坑。第二家被频繁提及，甚至被形容为房间里的大象的，其实是来自日本的农林中央金库。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名字很陌生，但在国际金融圈，这可是个名副其实的巨无霸。它被各大财经媒体列入重点观察名单的原因非常经典，它就像一个被放大了无数倍的硅谷银行。这家银行管理着日本农林渔业整个行业的巨额资金，因为它在日本国内很难找到回报高的投资项目，所以就把海量的资金都投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国债上。我们前面刚提到，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债价格下跌，农林中央金库手里持有的这些外国债券，账面上的亏损额十分巨大。最近的新闻也报道了，他们为了控制损失，不得不宣布将要出售规模高达10万亿日元的美洲和欧洲的主权债券。您想想，这么巨大的抛售量，本身就会对全球债券市场造成一次冲击，同时也彻底暴露了它自身资本金的脆弱程度。对咱们亚洲的观众来说，日本金融机构的波动往往比美国的更具传染性和潜在影响，因为亚洲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资金往来很紧密，就像一张紧密编织的网。如果这家被视为日本金融稳定基石的银行都被迫要采取止损措施了，那只能说明水面下的情况可能已经比较复杂。说到这，我必须补充一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你讲的这些都是国外的事，是美国的银行、日本的银行，离我太远了。我的钱好好存在本地的银行，或者中国大陆的大型国有银行里，应该可以放心了吧？这个想法很自然，但我想说，这个想法在当今这个时代，可能需要多一些考量。现代的全球金融系统是高度关联、相互联系的。我举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2008年雷曼兄弟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这边有多少投资人因为买了银行推销的所谓联动债而承受了损失？当时大家也觉得雷曼兄弟是美国的百年老店，招牌闪亮，绝对稳妥。结果呢，系统性风险的值得注意之处就在于，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金融渠道和信息渠道快速传导，没有哪个市场能真正完全隔绝。第三个被外媒提及
或者说被归类为值得关注群体的，是美国的区域性银行集群。这里我不单独点一家银行的名字，因为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内部的观察名单，所谓的值得关注银行数量有所增加。外媒特别关注的是那些没有大到不能倒这种特殊性，但规模又足够大到能引发市场关切的银行，比如像联信银行、科凯国际这样的银行，就经常出现在市场分析报告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面临存款流出的压力。现在美国的基准利率比较高，储户会选择把钱从利息较低的普通银行账户里转出来，去购买利息较高的货币市场基金。银行没有了存款，就像人没有了血液，为了维持日常运营，他们只能去借成本更高的资金，或者被迫调整资产，这可能陷入一个循环。如果在2026年之前，美联储没有明显调整利率，或者前面提到的商业地产领域出现波动，那么这批区域性银行里可能还会出现类似此前个别银行的情况。第四个关注点其实更不易察觉，它可能不是一家传统意义上挂牌的银行，但被外媒称为影子银行体系里的重要机构，比如某些大型的私募信贷基金。现在的传统银行因为监管比较严格，对一些风险较高的公司放贷比较谨慎，所以这些公司就转而去找这些私募信贷基金借钱。这几年私募信贷的市场规模增长很快，他们对外宣传总是说收益较高，风险可控，但是这些基金的钱很多也是通过复杂的结构，最终源头还是来自于银行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就专门发文提示说，私募信贷市场透明度有待提高，就像一个不太透明的领域，一旦经济下行，企业违约率上升，这个领域可能影响市场的流动性。虽然他们名字里没有银行2个字，但在很多关于2026年潜在风险的预测报告里，他们被认为是一个需要留意的环节。好啦，听我分析了这么多宏观的风险和那份提及的名单，我知道大家最关心、最想问的还是那一句话：如果真的发生了银行风险事件，不管是在国外还是牵连到我们这边，我辛辛苦苦存在银行里的钱到底还安不安全？这就必须提到咱们普通储户最后也是重要的一道保障存款保险制度。很多人知道有这个制度，但很多人也误以为这是一道绝对防御的墙。其实它是有明确的保障上限的。这就是我要大家现在立刻马上去做的一件事，检查你的存款余额。如果您在台湾，您的保障机构叫做中央存款保险公司，它的保障上限是多少？请您一定把这个数字记在心里，新台币300万元。请注意，这300万是包括您的本金加上产生的所有利息在内的总金额，而且这300万是同一存款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存款合并计算后的最高保障额度。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比如您在 A 银行有一个活期储蓄账户，里面存了100万，同时还有一个1年期定存账户，里面存了250万，那么您在这家银行的总存款就是350万。如果 A 银行出现问题，存款保险公司最高只会赔偿给您300万新台币，剩下的那50万需要等待银行进行清算，而通常情况下，这50万能拿回来的程度存在不确定性。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澄清的认识，很多人以为我在银行开了不同的账户，我有台币账户，还有美元账户、日元账户，这些是不是分开计算，各自有300万的保障呢？不是的，存款保险计算的是您在那家银行里所有货币存款加起来的总和，最后会统一折算成新台币来计算。所以，如果您觉得把钱换成美元、日元存在同一家银行就能分散风险，那并不正确。如果银行本身出现问题，您的美元、日元存款也一样被包含在那个300万新台币的保障限额里。对于我们在海外的华人观众，如果您在美国，对应的机构是 FDIC， 保障上限是25万美元。道理一样，超过25万美元的部分，在去年硅谷银行事件中，虽然美国政府因为担心引发系统性影响，特别承诺了全额保障，但您能确定下一次情况来临时，政策还会完全一样吗？尤其是针对我们普通储户，而不是那些大型公司时，政策可能有所不同。在中国大陆，存款保险实行限额偿付，最高偿付限额为人民币50万元。请记住，这个数字就是您存款保障的一条明确的界限。
超过这个数字的钱，从理论上讲，就是处在保障范围之外的状态。那么，面对外媒预测的2026年可能的金融波动，面对这些相互关联的系统性风险，我们普通老百姓是不是就只能被动应对呢？当然不是。既然咱们已经了解了规则，知道了风险在哪里，我们就可以利用规则，主动为自己和家人构建一道合理的安排。第一，最简单、最直接，但也最有效的方法，分散存放。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但真正做到的人真的不多。如果您的现金资产总额超过了300万新台币，请您务必要把它分开来存放。千万不要因为某一家银行给 VIP 客户的一点回馈，或者为了那一点点稍高的利息，就把所有的资金都放在一家银行里。请把钱分散存到2家、3家，甚至4家不同的银行里去。而且，我建议您最好能做到类型搭配，选择一家大家普遍认为比较稳定的大型银行，再搭配一家服务灵活、利率较好的其他银行。这样，即便其中一家真的出现问题，您至少还有其他银行的资金可以周转。而且，因为您在每一家银行的存款都控制在了保险额度之内，您的本金是有保障的，这是最朴实，却也是最稳妥的方法。第二，一定要学会区分存款和理财产品，这一点至关重要，也是很多人容易混淆的地方。很多人去银行，本来是想安安稳稳存个钱，结果被理财专员一说，就把存款买成了保险、基金，或者什么结构复杂的结构性产品。请您千万注意，存款保险，顾名思义，只保存款。如果您买的是银行代销的基金、保险，或者前面提到过的那种联动债，一旦银行出现问题，或者发行这些产品的公司出现问题，您的这些钱是不在那300万存款保险保障范围内的。特别是刚才提到的那些自身压力就比较大的银行，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用较高收益产品来吸引资金。您千万不要为了多赚那一点收益，而把本金置于不确定的境地。签字之前，一定要反复确认，你买的到底是不是单纯的储蓄存款。第三，对于资金量比较大的朋友，可以考虑配置一部分短期国债，比如美国的国库券，或者本地的政府公债。为什么推荐这个？因为国债的信用主体是国家政府，而不是某一家商业银行。就算您购买国债时通过的那家银行出现问题，您的国债资产是独立托管在中央清算系统里的，它不属于银行的资产，银行无权拿您的国债去抵债。只要发行国债的国家政府信用稳定，您的这笔钱就是相对安全的。在金融波动的时期，国债往往被称为资金的安全选择，不是没有道理的。说到这里，我们不仅要看好自己的资金，还要保持关注。一家银行要出现问题，通常不会是毫无征兆的。在2023年那波情况发生前，其实相关的银行股价早就开始波动了，内部的高管也常常会调整自己手里的股票，这些都是公开市场可以观察到的信息。如果您发现自己存款的银行开始出现较多负面消息，或者它的财务报告显示不良率有所上升，那么请您不要犹豫，宁可损失一点利息，也要稳妥的把钱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哪怕是多虑了，也比真的出现损失要好。我知道，谈论银行风险、金融波动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甚至会让一些人感到担心，但我觉得这种清醒的认识，恰恰是咱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保护好自己、安稳生活的重要基础。我们改变不了宏观经济的走向，左右不了美联储什么时候调整利率，也决定不了哪家银行的投资策略。但是，我们拥有对自己家庭财富的最终支配权和选择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比您自己更在乎您的钱，银行的客户经理不会，所谓的市场专家也不会。当情况真的出现时，那一纸写满了条款的存款保险制度，就是咱们最后的底线和依靠。所以，今天看完内容，我真心建议大家找个时间，安静地坐下来，拿出您的存折，打开您的手机网银，给自己的家庭资产做一次彻底的查看。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让您意识到了一些平时忽略的风险，请您一定要给这个内容点个赞。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银行存款、理财安排的具体问题，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最后我想说的是，金融波动的历史总有相似之处，2026年会不会再来一次？我们无法预知确切的时间，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有准备的人
永远不会是那个在波动中慌张无助的人。哪怕外面的预测最后没有发生，哪怕那些银行全都运行平稳，您今天做了分散风险的这个动作，您没有任何损失，只是换来了一个更安稳的心情。我也恳请大家能把这个内容分享给您的家人，不要忘记订阅。我是张书伟，咱们下一期再见。